科學家這次不僅看見了宇宙裡迄今已知最大級別結構之一，還捕捉到它在動，像是把一座橫跨星海的巨型骨架拍到了動態畫面。天文學家帶來了一條很不尋常的消息，他們可能撞見了宇宙網裡一個按理說不該這麼整齊的現象，一條塞進了數百個星系的巨大宇宙絲帶，看起來竟然不是個轉個的，而是像一個整體一樣在慢慢旋轉，仿佛一根超長的天體螺旋杆。它離我們大約4億光年遠，長度橫跨數千萬光年，尺度大到離譜，因此很可能躋身人類觀測到的最大旋轉結構榜單，屬於巨無霸級別。研究人員借助 Meerkat 貓鼬射電望遠鏡的数據，發現星系的運動並非雜亂無章，而像排過隊一樣有規律。這暗示宇宙網本身也許帶着旋轉，而這件事會牽動星系如何長大，暗物質如何分布這些核心問題。這段視頻裡，我們會把3個關鍵點講清楚：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麼，它為什麼值得興奮，以及下一步天文學家會怎麼繼續追下去。好，繫好安全帶，我们從頭把這條會轉的宇宙絲帶看個明白。這項發現來自一個由牛津大學研究人員牽頭的團隊，他們專門盯着附近宇宙的大格局，研究星系到底是怎樣排隊、怎樣串聯成網的。他們聚焦的主角叫宇宙絲狀結構，你可以把它想成宇宙網裡的長條通道，靠引力，尤其是暗物質的牽引，把星系和星系團像串珠子一樣連成一條條大動脈。而這條特別的絲狀體就在大約4億光年外，裡面裝着280多個星系，沿着一條長約5000萬光年的宇宙長廊鋪展開來，像一條超長星系走廊。絲狀結構這種東西並不少見，可這條之所以讓人眼前一亮，是因為證據在暗示，它可能不是一座靜止的橋，而是一座會動、會參與宇宙演化的活橋。更驚人的是，它看起來在很大的尺度上動作一致，像整條結構在一起配合，不是零散的星系各唱各的調。為了把這個現象查清楚，團隊調出了南非的貓鼬 Meerkat 射電望遠鏡觀測資料，用射電波段來抓宇宙裡最耐看的信號。Meerkat 的強項之一，就是能把星系裡的冷氢气掃出來，像夜視儀一樣在黑暗裡看見那些肉眼看不到卻最關鍵的氣體蹤跡。氢為什麼重要？因為它就是恆星誕生的燃料庫，同時還會發出可測量的射電信號，讓天文學家能像測速槍一樣追蹤星系在宇宙裡的運動速度與方向。在那條巨大的絲狀體內部，團隊又挖到一個更細的線芯，由14個富含氢氣的星系排成一條細鏈，整整齊齊拉成直線，長度約550萬光年，像絲帶裡藏着一根更細的繩。也就是說，這條小鏈並不是孤零零飄着，而是穩穩嵌在更大的絲狀體裡，像大河裡的支流，躺在主幹結構之中。當他們去分析這些星系的運動細節時，發現有些星系的旋轉方向居然很一致，像一群齒輪在朝同一個方向轉動。可真正讓人倒吸一口氣的是，當他們把視野從小鏈條放大到整個絲狀體，出現的圖景更誇張，像是幕後有一隻更大的手在統一調度。他們捕捉到的證據指向同一個可能，不是只有星系在動，而是整條絲狀體本身在旋轉，裡面的星系像跟着傳送帶一樣協同運動，速度大約每秒110公里。當然，单個星系自己內部轉得更快得多，可問題是，在這麼龐大的尺度上還能看到動作一致的連貫運動，這就非常罕見，幾乎像在宇宙裡看見一整片大陸一起轉身。首席研究員鄭瑞英博士坦白說，他一開始也不敢信，這麼大的結構怎麼會整體在轉？他第一反應就是懷疑，會不會是數據處理或分析方法制造出來的假象？畢竟在這種尺度上測旋轉太難了，信號本來就弱得像耳語，而且我們視線方向上還有很多天體疊在一起，一重疊就容易把真實速度圖樣給扭曲掉。但他們沒有草率下結論，而是做了更嚴密的建模，反复核對與排錯。最終团队認為，
這個旋轉信號很可能不是幻覺，而是真正在那兒發生的現象。一旦後續觀測把它坐實，這條絲狀體就會成為已知最大結構之一出現連貫旋轉的最清晰案例之一，等於給宇宙網拍到了一段極其罕見的動態證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能直接牽出2個關鍵答案：星系的旋轉到底怎麼長出來的，以及宇宙網這種大環境究竟如何在背後推着星系一路演化。在天體物理學裡，有個老問題一直沒徹底解決：星系的自旋，也就是那股轉起來的勁兒，最初到底從哪兒來？比如銀河系這種漩渦星系，帶着驚人的角動量在轉，可這份角動量到底是怎麼攢出來的？誰給的第一腳油門？至今仍是研究前沿。按照主流理論的说法，星系在早期宇宙階段，可能靠周圍結構施加的引力扭矩慢慢擰出自旋，就像2邊拉扯把物體扭轉起來。當物質在引力下往裡坍縮，周圍環境又不均匀，方向各異，長期作用下來就會產生擰動效應，讓聚集的物質逐漸帶上旋轉，像水流匯聚時自然形成漩渦。後續星系彼此合併，擦肩而過，潮汐拉扯，確實會把旋轉改得面目全非。但整體上大家仍傾向認為，自旋主要來自局部引力過程，而不是更大尺度整網再轉。所以在傳統框架裡，宇宙絲狀體通常被當作運輸通道來看，更像高速公路，而不是自己也會轉、會參與動力學表演的角色。這些通道負責把氣體源源不斷送進星系和星系團，像給城市輸送糧食與能源一樣，支撐星系長大，星系團壯大，也讓恆星形成有了源頭活水。它們確實能塑造物質分布的形狀與走向，但過去人們不太會把它們想成整體協調運動的動態系統，更多覺得它們只是被動的結構骨架。也正因為如此，這次的發現才會一下子變得分量十足。它在挑戰我們對宇宙網只是骨架的老印象。如果絲狀體自己就能旋轉，那裡面誕生的星系也許就不是各憑本事長出自旋，而是從一開始就處在一條會轉的巨大傳送帶裡。換句話說，星系的一部分角動量可能不是後天才獲得，而是直接繼承自絲狀體的大尺度運動，像孩子出生就帶着家族的某種旋轉基因。這就把格局拉大了。星系怎麼轉，不光取決於鄰居怎麼撞、怎麼合併，還可能受宇宙網這個更宏觀環境的背景流場影響。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有人聞到絲狀體在轉的味道，過去已經出現過一些零星跡象，只是還不夠硬核。早在2021年，天體物理學家王平和同事就給出過統計層面的證據，一些絲狀體可能存在旋轉模式，只是那更多像群體趨勢，還缺少清晰的單個案例實拍。可直接觀測的例子一直很少，因為這種效應太微妙，信號又弱，稍微有點測量誤差或背景干擾，就容易把結論攪混。而這次新發現的這條會轉的細絲，就成了迄今最有力證據之一。它在告訴我們，旋轉不一定只發生在星系內部，甚至可能在如此巨大的宇宙尺度上也成立。更關鍵的是，這件事還和暗物質緊緊綁在一起，等於把宇宙裡最神秘的主角又推到了聚光燈下。普遍觀點認為，絲狀體裡塞着大量暗物質，它像看不見的鋼筋骨架，提供強大的引力支撐，把星系與星系團牢牢拴在這張宇宙網裡。我們之所以相信暗物質存在，一個最硬的證據來源就是星系旋轉曲線。星系怎麼轉，轉得有多快，和看得見的物質對不上賬。很多星系外圈轉得太快了，快到你把所有可見的恆星和氣體加起來，仍解釋不了。這就像賬本上明明只有這麼點錢，卻偏偏能長期支撐更大的開銷。因此，如果絲狀體也在旋轉，那研究它們的運動規律，就等於多了一把新尺子。我們不只在單個星系裡找暗物質，還能在更大尺度上追蹤暗物質究竟怎麼鋪在宇宙網中。一些研究者，例如諾姆·利貝斯金德就指出，
只要我們把絲狀體的動力學摸清楚，它最終可能幫助我們估算這些巨型結構到底藏了多少質量，尤其是那部分看不見卻佔大頭的暗物質。所以別把它當成又發現一條會轉的細絲這麼簡單，它背後牽動的是宇宙結構與物質運動的一整套邏輯。它可能打開一條新路，讓我們理解在宇宙最大、最互相連通的系統裡，物質怎樣流動，暗物質怎樣牽引，它們又如何一起編織出今天這張宇宙網。當然，新發現也像丟進湖裡的石頭，激起一圈圈問題。絲狀體旋轉到底普遍不普遍？如果普遍，那對未来宇宙學理論會產生多大的改寫？第一，如果後來又找到更多會轉的絲狀體，那就說明宇宙網不只是靜態框架，更像一個會呼吸、會流動、會演化的動態系統。這意味着大尺度的整體運動，可能比我們以前想的更主動地塑造星系的性格，比如自旋方向、形態，甚至內部物質的供應方式。一旦如此，現有的星系形成模擬就得重新校準，因為你不能只算局部碰撞，還要把宇宙網的大舞步也算进去。現在的宇宙學模型確實能很好重現絲狀體是怎麼在物質流動中形成的，但角動量如何在數千萬光年尺度上保持相干並傳遞下去這件事，我們仍沒完全搞懂。如果絲狀體能有組織的旋轉，它就可能像隱形指揮棒一樣影響星系的排列與指向，甚至解釋為什麼一些星系群在大規模巡天裡會出現並非隨機的自旋方向。第二，絲狀體的旋轉本身可能變成研究大尺度暗物質的一件新工具，等於給暗物質再加一個可觀測的運動指紋。因為絲狀體裡裝着巨量質量，我們一旦測出它怎麼動，就能用來檢驗暗物質在星系雲之外，在更廣闊的宇宙網裡究竟是怎麼工作的。這些旋轉特徵還能反過來約束結構形成模型，讓模擬不至於想當然，並幫助我們更準確估計宇宙中物質與暗物質到底分布成什麼樣。第三，它也在提醒我們，射電天文學的重要性正在快速上升，很多關鍵線索就藏在射電波段裡。Meerkat 能把冷氢气畫成地圖，這一點在這裡簡直是關鍵中的關鍵。氢一方面代表星系是否在長身體，另一方面又是追蹤運動的天然式蹤跡，既看供给又看速度。而接下來更強的設備會把這種能力放大好幾個量級，讓我們從看到一條線索升級到建立一整套樣本庫。例如，平方公里陣列會把更大範圍的氢分布畫出來，像給宇宙做气體 CT。而維拉魯賓天文台則會用深度光學巡天，提供海量星系的結構與排列信息，像給宇宙做高清全景照。當這些天文台數據合在一起，天文學家就有機會建立更大的絲狀體樣本庫，最終回答那個最關鍵的問題：這種旋轉到底是稀有怪事，還是宇宙常態？眼下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到底有多少絲狀體能表現出這種相干旋轉？是個位數的特例，還是一抓一大把？第二個問題是，這種絲狀體的旋轉更依賴周圍環境條件，還是和宇宙所處的年齡階段有關？早期宇宙更明顯，還是現在更常見？第三個問題是，如果你住在一條會轉的絲狀體裡，你的星系人生會不會不一樣？形成速度、形態演化、恆星誕生時，會不會都被這股大尺度旋轉悄悄改寫？第四個問題更直接，絲狀體的動力學信息能不能變成一種全新的暗物質測量尺，用來推斷暗物質在宇宙網中的分布與含量？從更大的視角看，這個發現像是在說，宇宙網可能不只是擺在那兒的骨架，它更像一個正在運轉的巨大系統。它可能是一個跨越數十億年，讓物質有組織的流動與聚集的系統，有時像河流匯入海洋，有時又像巨大的漩渦把結構慢慢擰出形狀，甚至發生整體扭曲。隨着觀測工具越來越強，天文學家不只是在畫宇宙網長什麼樣，還要開始畫宇宙網怎麼動。一旦運動圖出來，許多過去看不見的動力學規律
就會像暗處的機關被點亮。總之，天文學家已經捕捉到相當有分量的證據，一條巨大的宇宙絲狀體可能真的在以整體的方式旋轉，不是零碎的小动靜，而是巨型結構級別的集體動作。我們也已經看到它的衝擊力。一旦證實，這件事很可能改寫我們對星系自旋起源的理解，也會重新定義暗物質在宇宙網裡到底扮演怎樣的隱形工程師。接下來就輪到更強大的未來望遠鏡上場了，他們會告訴我們，這些巨大旋轉絲帶究竟是宇宙裡偶爾出現的稀罕景象，還是遍布各處一直被我們低估的普遍特徵。